终于在将近半天时间的亡命奔逃后，萧炎一行人见到了胜利的曙光。疲于奔命的众人看到那遥远处宛若天墙一般巨大的能量光幕时，兴奋极了。位于光幕下盘腿而坐的4人中，有一人突然抬头望着远处，淡淡道：“他们都来了，跟来的还有能量风暴。”闻言，一银袍男就开口吐槽道：“古筝，你这家伙也太平静了点吧？那可是能量风暴啊！若是被卷进去，我们这里的人恐怕没一个能活下来。”一旁的壮汉男点了点头，表示附议。古筝却是微微一笑，道：“倒不是我平静，是慌乱也没用。而且这里有青阳都统在，最坏的事应该不会出现的。”听到这话的古青阳没有辩驳，只是笑着道：“这里的能量光幕已经实质化，只能强行打出一个通道，但这种工程可不是我们4人能够办到的。所以即便我们先到这里，也得先等等其他的人。实则哪有白给人打工的道理，不是？”明白实际情况的古筝毫不留情的就拆台道：“你是担心消耗太大，进入第3层后无法应对吧？”古青阳没有狡辩，而是缓缓站起身来，目光望着远处的天际道：“薰儿他们到了。”古青阳的话音刚落，就听得薰儿的声音响起：“青阳大哥，何不进去？能量风暴就要来了。”徐徐从半空落下，柳眉微蹙的薰儿道：“光幕实质化了，必须强行破开，我在等他们。”古青阳笑道，旋即目光扫了扫一旁的萧炎，又冲着薰儿道：“没事吧？”“没什么事儿，只是跟魂族2个家伙纠缠了1个月。”薰儿摇了摇头道。听得薰儿这话，古青阳4人都是皱起了眉头。“那2个家伙竟敢对你出手！”银袍男快人快语道。“他们也没讨到什么好。”薰儿微微一笑，偏过头就见一道道流光闪掠而来。那坠在最后的可不就是魂牙2人吗？现在不是跟他们动手的时候，没有时间。看着古青阳那不太好的脸色，萧炎出声道。古青阳自然是明白轻重缓急的，人都到齐了以后就出声表示，通往第3层的能量光幕已经实质化，只有强行打破方才能够进入第3层。但这种工程并非一人一力可以完成，所以在场的各位要么联手打破，要么一起完蛋。在场的众人脑子都没问题，好好的谁会嫌活得太久命太长？当然是干！见到众人皆是点头，古青阳也是微微一笑，旋即就是一阵恩威并施，该敲打的敲打。对，没错，针对的就是灰亚那2人，该规范的规范。最终工程小队正式成立，第1波由古青阳所带领的施工小队进行挖掘爆破，第2波由额顶炫酷闪电纹路的雷族之人跟上。就在众人伴随着通道的逐渐开辟而前行时，同薰儿一起位于最后方的萧炎却明显感觉到那从外面传来的能量威压越来越强，甚至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响起了那种能量风暴所带起的呜呜破风声。能量风暴应该闯不进来。察觉到萧炎动作的薰儿安慰道。萧炎点了点头，旋即摸了摸身旁的那些实质的能量晶层道：“这第3层的入口一直都是实质化吗？”“据说从我们8族第1次来到这里时，这里的光幕便是实质化的。即便经过无数岁月的变迁，这里的实质能量也依旧没有融化的迹象。”薰儿点点头道。萧炎感叹着天幕果然是神奇的同时，脑子里有一丝灵光闪现，只是尚且没能抓住，就被一道惊天动地的声音打断了。是能量风暴席卷来了，动静之大，使得整个光幕都颤了颤。通道内的众人都沉默了，得亏没在外面。古青阳迅速回神，表示大家还是加快速度吧。这下之前有些小心思磨洋工的人再也不敢懈怠了，甩开膀子就是干。就连魂牙与魂力2人都在萧炎的监视下上去干了2轮苦工，直到一点细微的异声传进了萧炎的耳朵。猛地望向左边的金币，萧炎伸手一摸，好家伙，居然有一层淡淡的能量液体从金币之中渗透而出，再屈指弹出2缕能量匹链，连接到2旁的金币。萧炎发现了一个要命的真相，
萧炎略显诡异的动作和僵直的身体引起了古青阳的注意。萧炎，古青阳微微皱眉叫了一声。听到叫声的萧炎有些恍神，顿了2秒后才缓缓抬头望着众人，声音干涩的道：这里的金币在合拢。此话一出，通道之中瞬间变得死寂。古青阳上前学着萧炎的操作感应了一下，脸色变得十分难看，旋即快步走到金币旁，一拳就轰裂了金币。看清楚裂缝中那密密麻麻的雪白虫子在不断蠕动中分泌出一些液体状的东西，然后覆盖在晶体表面，急速凝固间竟形成了一层极为细薄的实质能量。众人都觉得头皮一阵发麻，因为这意味着这片矗立天地间的能量光幕其实是由这些雪白小虫创造而出的，而它们现在正位于巨大的虫巢内部。这些个可爱的雪白小虫其实名为远古噬虫，体型虽小，其数量却是奇多，有能够吞噬一切然后不断分泌出精纯能量的本领。据记载，远古时期已经灭绝，没想到他们一行人这般的好运。要知道，一旦虫巢里的小虫虫们全部醒来，文牙立马就跳出来指责古青阳是故意想将众人都害死在这里。古青阳立马就还击道：若不是我带你们进入这里，先前你们已经死在能量风暴之中了。而且现在是说这些的时候吗？两边的金币正在缓缓合拢，我们必须尽快打穿通道。在场的人到底是有脑子的，是非对错轻重缓急还是有分寸的。于是空前团结的工程小队们开启了挖掘机模式，在一群人的狂轰乱炸下，那金币的开辟速度比之先前跟坐火箭一样的飙升。然而这么大的动静似乎惊醒了更多的虫虫，只见那两旁的金币正在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徐徐靠拢，必须阻拦一下金币合拢的速度。萧炎皱眉道。古青阳却是摇了摇头道：没用，任何攻击都会被这些远古噬虫吞噬，胡乱攻击只会让到他们分泌的能量越来越多。语罢，袖袍一挥，一道强横斗气便是狠狠地轰击在两旁的金币上。事实正如他所言，那斗气落下的地方，一股股能量液体以更快的速度流淌而出。萧炎震惊于这些小虫子的奇异之时，突然想到了一种可能性，那就是如果这些虫虫汇集到了他们前进的方向，那他们岂不是得彻彻底底的被封死在这里了？古青阳一看萧炎变得异常难看的脸色，瞬间就同平了。定睛一看，还真有一些细小的影子正在他们前进的方向迅速汇聚。好了，本期分享就到此结束咯，视频呢看到这里了，给牛奶点个赞吧，订阅了的朋友记得开启小铃铛哟，这样就不会错过牛奶的更新啦。感谢您的耐心观看，拜拜，下期再见。